你知道三国最著名的一场城战是什么吗？肯定有人会说赵云的长坂坡之战，还有火烧赤壁之战。但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以上说的都不是。为此，我查阅了大量资料，盘点出了三国10大城战，现在就为大家一一奉上。第10，合肥之战，这是一场非常经典的防守战役。孙权趁曹操用兵西北，率军10余万人进攻合肥。曹将张辽率部7000余人驻屯合肥御守。张辽不畏强敌，等敌云集合肥时，不消极防御，率精兵800人主动出击，挫败吴军锐气，然后回城固守。吴军围攻10余日，始终无法攻下合肥城，之后便引兵撤退。张辽趁机追击，大败吴军于逍遥津。第9，火烧上方谷。当年东吴与蜀汉两军在渭南相持很久，由于蜀军远道而来，不可久战，于是诸葛亮想用计策把司马懿引入上方谷，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易燃物质一把火将司马懿众人烧死。于是待魏延把敌人引到上方谷时，一瞬间吴军被烧得火光冲天，眼看司马懿等人将葬身于火海，谁料此时天降大雨，将大火扑灭，司马懿也侥幸逃过一劫。此刻诸葛亮也不禁感叹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可强求也。第8，汉中之战，这是刘备和曹操为了争夺汉中而展开的一场史诗级大战，曹刘双方都投入了非常多的战力，参战的都是三国时期的名将，可谓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，简直就是神仙打架。而且无论从哪方面讲，汉中之战都丝毫不逊色于三国时期最著名的3大战役，可以说比其中的任何一场战役都要精彩。而这场持续了将近2年之久的战争，在史书上却交代的非常少。原来在三国中还有这么多名场面你没发现，现在就带大家盘点一番。第7，火烧博望坡，这是诸葛亮出山后的第一把火。火烧博望坡，夏侯惇大败。接着曹操亲自领兵征讨新野，但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，看到的却是大开的城门。曹操手下曹仁以为城中无人，便引军进城驻扎，但就在眨眼间，他们都葬身于火海之中。原来此时的刘备早已退至樊城，留下赵云等人火烧新野，一时间曹军自相践踏，死伤无数。现在就等赵云进场收割人头就行了。这一战曹仁大败。第6，攻城计。攻城计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。在三国中后期，诸葛亮出兵讨伐魏国，由于要地街亭失守，导致满盘皆输，诸葛亮被迫撤兵，司马懿大军追至。这时孔明手下仅剩2500军在城中，于是他命令偃旗息鼓，大开城门，独自在城楼上弹琴。司马懿疑心有伏兵，掉头就撤，诸葛亮躲过一劫。第5，火烧赤壁。这场战争发生在东汉末年，孙权、刘备联军于长江赤壁一带大破曹操大军的战役，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之一，并且在《三国演义》中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赤壁之战，尤其是突出表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，而且情节十分生动，读起来让人觉得荡气回肠。但是同样要明白，小说是有一定的虚构和夸张部分的，当做文艺作品来看并无不妥，但是万万不能当做真正的历史来看。其中的草船借箭、诸葛亮借东风、以火攻大破曹军，看得真是大快人心。最后曹操北回，孙刘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，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。第4，长坂坡之战。长坂坡之战是一场朋友们津津乐道的著名战役，在这场战争中，张飞和赵云打出了风格，打出了水平，而且这一役是他们的成名之战，但更多的是赵云的光芒和表演。赵云只身一人，勇闯83万曹军军阵，斩杀敌将53员，7进7出，救出刘阿斗，使刘备当时唯一的儿子保住了性命。几10万人都杀不死赵云，赵云绝对是一个三国版的钢铁战士。盘点三国10大城战，今天他来了。第3，关羽水淹七军。当时关羽率领大军进攻樊城，曹操派了于禁、庞德2员大将领7支精兵前去支援。不久，樊城一带下了一场大雨，汉水猛涨，于禁的军营扎在低处，大水直接把七军军营淹没了。于禁和他的将士找个高地避水，关羽率领水军进攻，把于禁围住，逼其投降。庞德不降被斩，关羽从此名震中原。要知道，当时于禁和庞德率领的七军可是有3万人左右，但还是不如关羽的天时地利还有知己知彼的战术，最终败得惨不忍睹。第2，虎牢关之战。虎牢关前，董卓命吕布率领先头部队3万在关前驻防扎营。面对不可战胜的吕布，张飞和他怒战50回合，不分高低。随后关羽挥舞着青龙偃月刀杀出，3人又战大约30合。此刻刘备也持雌雄双股剑加入了战斗，3英战吕布。最后吕布无奈撤回关内，张飞试图杀上关去，但城门上箭如雨下，张飞只好回营。好在董卓守城及时。此后刘等3人名满天下，吕布虽勇，毕竟以1敌3，最终战败。第1，樊城之战，也称为关羽北伐，死守樊城。当年关羽率军从荆州南郡出兵，进攻曹魏占据了襄阳、樊城的一次重要战役。此战中，关羽先是围困襄阳、樊城，水淹七军，大破于禁，重创曹魏，威震华夏。后接着吕蒙偷袭荆州，关羽败走麦城，最后被东吴伏杀。襄樊之战使得曹魏、蜀汉实力受损，成为三国形势的重要转折点。此战还导致蜀汉与东吴11年的同盟关系被打破，反目成仇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想要体验最真实的城战，记得点击左下角链接哦。